美军控制了新几内亚与新不列颠的海峡后，此时已进入了1944年，麦克阿瑟决定继续蛙跳下去。这就是在新几内亚东南沿海以跃进方式蛙跳作战1800英里，纵贯整个的新几内亚，这是一条通往菲律宾的陆上捷径。麦克阿瑟在新几内亚如此神速的进攻，使华盛顿对南太平洋战略又有了新的认识。1944年3月12日，也就是在1年前决定把新几内亚放到次要方向的会议，1年以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一字不改地批准了麦克阿瑟制定的进攻计划，并命令海军在1944年整个年度全力支援麦克阿瑟向菲律宾方向进攻。但此时美军仍在新几内亚进行着连续的残酷蛙跳。3月底，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亲自飞到莫尔兹比港与麦克阿瑟会晤。实际上，这是自太平洋战争开始以来，美军太平洋战区的2位陆海军最高司令官的第一次见面。尼米兹向麦克阿瑟保证，将提供一支由12艘大型航空母舰、8艘小型航空母舰组成的大型海上编队，支援麦克阿瑟作战。美军的南太平洋战区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局面。在麦克阿瑟与尼米兹会见的第2天，深受鼓舞的麦克阿瑟便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计划，要向西跃进800公里，一举活捉4万日军。美军这次蛙跳的目标，即是新几内亚中部的重要战略要塞弗兰迪亚。4月22日，美军开始向弗兰迪亚展开进攻。在舰炮和飞机的轰炸中，美军一支庞大的海上编队把登陆部队送上滩头。在此之前，美军每天出动200架以上的飞机，早已将日军部署的400架作战飞机及守备工事全部炸毁。紧接着5月17日，美军夺取弗兰迪亚以西125英里的威瓦克岛。10天以后，蛙跳到350英里处的比亚克岛。美军庞大的掩护舰队首先炮击岸上的日军工事，这次他们使用了太平洋战争中首次使用的火箭炮群，其威力之大，在其射后的爆炸面积能覆盖1平方公里。这种新式武器的运用，有些像斯大林格勒战役时苏军首先使用喀秋莎一样，使敌军惊恐万分。紧接着，美军被命名为旋风特遣部队的士兵开始抢滩登陆，但遭到了守备日军顽强的抵抗。此时，美军南太平洋司令部过早地发表了一份战报，宣称新几内亚战役已告成功，但在比亚克岛上，双方士兵仍在进行着残酷的肉搏。7月2日，美军7000人在杜努福尔岛登陆，并出动了精锐空降兵协助作战。当美军登陆时，日军派出了他在南太平洋最大的舰队，包括大和号和武藏号，全速驶往杜努福尔企图解围。当他们正在航行时，接到了大本营的紧急电令，命令任务取消，全速驶往塞班岛待命。因为这时太平洋战争中最大的攻势作战马里亚纳战役已经在中太平洋打响，登上杜努福尔的美军士兵遭受微弱抵抗后，很快建起了滩头堡阵地。紧接着，美军开始实施空降。这时，日军大本营才明白，美军在新几内亚的蛙跳使日军准备窝陷在南太平洋上，而中太平洋才是美国海军的主要进攻方向。仅隔10天之后，7月下旬，美军海军陆战队第6师2万余人在新几内亚西端的圣萨布尔岛登陆成功。此时，美军在新几内亚的蛙跳作战已持续近2年时间，他们终于从新几内亚的最东端打到了与菲律宾一水之隔的最西端，蛙跳了1800英里，阵亡了上万名将士，击退了近10万之敌，并且将所罗门群岛上拉包尔基地的9万日本守军隔海孤立在南太平洋的角落里。美军的下一个目标将直接指向3年前曾被日本人赶出的那个西南太平洋上的大岛菲律宾。1943年，当美军在南太平洋新几内亚岛蛙跳作战时，在北太平洋也正准备反攻阿留申群岛。阿留申群岛是距日本最近的美国岛屿，隶属于美国阿拉斯加州。从地理位置上看，日军占领阿留申群岛，可以把它作为进攻北美大陆的前沿跳板。同样，美国反攻阿留申群岛也是进逼日本北翼的理想之地。早在第1次世界大战时，军事专家就预言，阿拉斯加的阿留申将成为亚洲人进攻美洲的烽火台。但这时，美军的注意力全都放在珍珠港被袭击后，残剩的美国舰队如何与日本舰队决战方面。总觉得日本人不会入侵阿留申群岛，阿留申简直就没有设防。当时，美军在阿留申群岛海域只有1艘救护舰和几艘巡逻艇，总兵力不足300人。阿留申群岛是日军在1942年5月才占领的，
当时日军企图在中途岛与美军决战，为保护出击的联合舰队的安全，在南云率领的日军机动舰队驶往中途岛时，山本命令由2艘轻型航空母舰、2艘巡洋舰、4艘驱逐舰和8艘运兵舰组成的一支舰队，运载着1800名士兵，占领了只有300名美国守军的阿留申岛西部岛屿中的阿图岛和基斯卡岛。1942年6月3日，日本舰队到达阿留申群岛西南200英里海域，美国海军例行巡逻的卡塔利娜式飞机没有发现他们，而此时护卫美国西海岸的美军巡洋舰特遣舰队也远在阿留申岛东南400英里开外的海面上。日军舰队指挥官栗田健男海军中将遂命令龙香号航母上的舰载机起飞。上午8点，美国雷达才发现入侵的日本飞机，报警之后不过几分钟，12架喷着火舌的日本飞机已呼啸凌空，港口内的美舰艇来不及开走，水上飞机来不及起飞，就遭到了猛烈的轰炸。空袭使油库着火，摧毁了木质的兵营和医院，阿留申群岛被日军占领。这对美国国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心理打击。美国西部海岸的居民已经做了疏散的准备，美军开始加强西海岸的防务。在美国西海岸，只要气象条件允许，美国和加拿大的陆军航空兵就去空袭阿留申西部的日占岛屿。这样虽然能给日军造成一些损伤，可是还不能够彻底雪耻。阿留申群岛是美国的国土，只要不把那里的日军全部驱逐，美国人就感到有失国威，强烈要求尽快将该地收复。尽管这些岛屿对当时的战局并非十分重要，可是一天不从日军手中夺回该地，美国领导人就深感内疚。日军大本营对此做出的反应是，于2月5日下达如下命令：以阿图岛和基斯卡岛为核心构成基地群，迅速修建陆上和水上航空基地，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阿留申岛西部的要地。日军奉大本营的命令，一方面调集陆军上岛增加守备力量，同时调运大量物资抢修飞机场。自43年2月以来，以浅香丸、岐阜丸、三星丸3艘大型运输船，在阿武威号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组成的护航队的护卫下，以集团输送的方式频繁往返于日本北部港口和阿留申群岛之间。日军同时派出4艘潜艇在阿图岛东南海域游弋，以监视美军的动向。这时，在美国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发展，特别是南太平洋瓜岛收复后，美国国内对收复阿留申群岛的呼声越来越高。同时，英军参谋部也向美军建议尽快的进攻阿留申，以便日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时在那里建立中继基地。美国决心把星条旗重新插上阿留申。为此，美国太平洋舰队把夺取阿留申作为1943年的一项重要任务。尼米兹遂任命金凯德海军少将为北太平洋舰队司令，统辖该地区所有的巡洋舰和驱逐舰。美陆军部长史廷生指示陆军立即派遣4000名士兵登上距离敌占岛不到60海里的阿穆奇喀特岛。他们上岛后立即抢建简易机场，这对阿留申岛西部的日军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美军登岛的前后，海军金凯德将军直接指挥3艘巡洋舰、5艘驱逐舰，同时拦截了日军的运输船队。在3月6日、3月21日和3月25日，接连对日军运输船队进行了猛烈打击，致使日军不敢再继续组织大规模的运输。美军在日占的阿图岛和吉斯卡岛附近的岛屿迅速增兵，国际物资抢建码头，为收复这2个日占岛屿做着充分的战前准备。这时，由于美海军对日运输船队有力的截击，使日军在北部港口和北海道待命的5000余名增援部队，以及大量军需物资和修建机场所需的资材，始终未能运到阿图岛和基斯卡岛前线。日军大本营计划的阿留申兵力部署也就无法完成。参加这次作战的登陆部队是美军步兵第7师，布朗陆军少将率该师11000余人。在内华达州的荒漠地区进行基本科目的训练后，又于1943年春转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沿海地区蒙特勒附近，接受2期作战训练，又于3月下旬乘船开赴阿拉斯加半岛待命。阿拉斯加的3月还是严冬季节，上岛部队生活在变幻的暴风雪中，作战行动要等到5月份才能进行，那时候气候会好一些。参加这次行动的空中兵力也已经在阿拉斯加半岛集结待命。空军的生活好像要比陆军好一些，住宿条件和伙食标准都要高一些。这次集结的作战飞机大多是美军最新型的战机，轰炸机为 B-25 型，在此之前仅是从英国飞往德国轰炸时使用过。
现在他们深埋在暴风雪中，自然地进行了伪装。美军的轰炸机从阿拉斯加的阿达克岛出发，战斗机从被美陆军占领的与日战岛仅隔60海里的阿姆奇特卡岛起飞护航。仅在1943年2月，就向日战基斯卡岛投下了156吨炸弹。3月以后，轰炸更加剧烈，使日本守军连连受损，机场的建设难以进展，所以得不到空中支援。对日军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美海军拦截了运输船队，阿图岛和基斯卡岛的补给已经断绝。日军准备等到进入7月的雾季，再组织水面舰船向该地输送。可是阿图岛上的守军给养只能维持到4月底，基斯卡岛也只能维持到5月中旬。日军第5舰队只好于4月2日派遣电号和博云号2艘驱逐舰向阿图岛运送粮食，但出航后不久，得知阿留申附近海面巨浪滔天，根本无法卸载，只得于6日原载返航。4月8日，上述2舰奉命再次出航，在航进途中被美侦察机发现并受到监视，为了免遭厄运，又一次掉头回返。阿图岛上的日陆海军部队共有2500余人，基斯卡岛上的日军约6000人，只能依赖潜艇得到很有限的补给，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随着美军空中轰炸日趋频繁，越来越猛烈，5月初日军察知美军发自阿姆奇特卡岛的电报频繁，美国潜艇在阿留申一带海域活动剧增，因而日军断定美国即将在北太平洋发动反攻。美军仍不间断的空袭，把成百吨的炸弹投向阿图岛和基斯卡岛。美军根据空中侦察发现，日军在阿图岛上的机场尚未建成，几乎没有岸防工事，防空炮火也很弱，守备部队很少，比基斯卡岛容易攻取。因此，金凯德于3月3日建议首先夺取阿图岛。尼米兹3月18日命令将进攻阿图岛的登陆日期定为5月7日。美军参加这次行动的海上兵力分别为登陆输送队和海上掩护队。登陆输送队下辖战列舰3艘，护航航空母舰1艘，驱逐舰12艘，运输船4艘，水上飞机供应船1艘，扫雷艇5艘。海上掩护队下辖南方掩护群和北方掩护群，共有轻重巡洋舰6艘，驱逐舰9艘。5月12日，庞大的美军舰队护送着陆军第7师11000人到达登陆发起海域。黎明时分，美国空军的轰炸机和海军的舰载机对岛上的日军防御阵地和简易机场进行了压制性轰炸和炮击，夺取了制空权。空军轰炸2小时后，担任掩护的战列舰和驱逐舰向阿图岛岸滩的日军前沿阵地发起火力急袭。美军登陆部队将从阿图岛南北2个海湾同时登陆，对岛上守备日军实施前行夹击。上午9点，负责从北部海湾登陆的美陆军第7师第32团4000名士兵开始从运输舰转成登陆舰。部队换乘时，美军9艘驱逐舰和1艘战列舰一刻不停地向岸上炮击。美军负责南面登陆的部队因该岛东南部雾气弥漫，能见度不良，一直拖延到下午3点30分，8000名士兵才转乘上登陆艇。阿图岛登陆战是美军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第3次大规模的2栖登陆行动。5倍于岛上日军守军的美军登陆部队，冒着春天的强风和阴雨的泥泞，同时登上南部和北部的海滩。预料中的日军抗登陆作战并没有开始，美军对轻而易举取得的成功狐疑起来，行动变得小心翼翼。在这一天的晚上8点，在北极光的映照下，12000名美军士兵已经全部登上阿图岛。在美军炮击之前，阿图岛上的日军就已经后退到了该岛东北部的奇恰高夫港绝壕固守待援。经过2个昼夜的苦战，因为日军扼守山口，凭借隐蔽的火力点拼死阻击，美军仅仅向前推进4000余码。美军预备队全部投入了战斗，还是进展不大。由于路上战斗不利，负责阿图岛登陆的总指挥金凯德海军少将将指挥地面战斗的陆军少将临时撤职，直到5天后17日下午，南北2路美军才最后突破奇恰高夫港合围成功，把残余日军压缩在一个包围圈里。在兵力处于1比5的劣势下，日军仍进行着自杀性的反冲锋，以自己的生命来换取美军高昂的代价。残酷的战斗持续了18天。在阿图岛日军横尸遍野的时候，日军大本营确实计划向阿图岛遣送增援部队，以期从上路之敌的背后实施反登陆，与守岛部队协同夹击美军。为此，日本海军一支主力舰队已经起航火速北上，但航行到一半路程时，日军大本营又决定放弃救援行动。
因为这将使日本海军力量远离主要战略环形防线，容易被美海军吃掉。固守待援的日军翘首企望的希望已经破灭了，遂于5月29日后半夜发起了太平洋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敢死队冲锋。冲锋前，他们向天皇派发了最后一封电报：我军已无退路，只求决死一战。又勒令岛上不能走动的伤病员集体自杀，而后由剩余的1000多名士兵组成一支敢死队，突然齐声高呼着喝美国人的血，从藏身的战壕中冲向美军阵地。在美军密集火力的扫射下，日军就像狂风扫落叶一样纷纷地扑倒在地。阿图岛之战是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首次遇碎战，2300名守岛日军中只有22个人活了下来，其余全部自杀或者战死。美军为攻占阿图岛付出了高昂的代价，12000登岛部队中阵亡550人，2600人受伤，其中1500人是因为冰冷的海水而冻残了双脚。阿图岛被攻占2个半月后，美军开始发起攻占基斯卡岛进攻行动。8月13日，29000名美军士兵和5300名加拿大士兵乘坐着上百艘运输舰船抵近基斯卡岛海面。为这支登陆船队护航的是美军攻击阿图岛时的庞大的海军编队。8月15日拂晓前，担任舰炮火力支援的美军舰只对岛上岸防工事实施了猛烈的炮击。这一次又是美军云山雾罩的事，岛上又是不发一枪一弹，出现了死一般的沉寂。但美军的5艘巡洋舰和5艘驱逐舰仍然不停顿地向岛上倾泻了将近60吨的炮弹。在此之前的10天里，从8月2日到8月12日，美军大小10几艘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向吉斯卡岛发射了355毫米以下的各种大口径炮弹2312发。在如此猛烈的火力准备下，8点40分，美军第一波次3000名登陆士兵开始抢滩登陆。美军上岸后，竟没有听到一声来自日军方向的枪响。不知日军在玩什么花样的美军登陆部队谨慎地向前推进。上岛后，美军的推进极为缓慢，因为他们不知道日军什么时候会从什么地方冒出来，又要开始什么样的袭击。下午3点，已有1万多名美军士兵登上基斯卡岛，岛上静悄悄的，这越发使得美军感到极度紧张。第二天，已有35000名美军士兵登上该岛，这时仍然没有枪响，也没有日军的踪影。很久以后，美军才得知，当阿图岛战役刚刚结束时，日军大本营就已经做出决定，要抢在美军进攻基斯卡岛之前，将岛上的日军全部撤出。刚开始，日军用3艘潜艇，每次偷偷运送一批日军撤出。到6月10日时，岛上还有日军5000多人，而此时美军正在大规模换装，日军遂利用浓雾做掩护，出动了包括2艘巡洋舰和11艘驱逐舰组成的收容队。就在美军发起进攻的前10天，将最后一批日军，包括30盒骨灰，全部安全撤回了日本的千岛基地。1942年，日军统帅部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了以马绍尔、所罗门、新几内亚诸岛组成的外围防御圈，攻占马绍尔群岛，则是在日本外围防线链条上打开一个缺口。1943年12月14日，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在珍珠港召开的海军作战会议上宣布，进攻马绍尔群岛的碎发枪作战计划即将开始。美军决定首先攻占马绍尔群岛中日军防守比较薄弱的外围岛屿，然后再进攻处于防御中心的夸加林岛和埃尼维托克岛。但从空中侦察和无线电中截获的情报表明，日军已经预料到美军的这一作战行动，内线各岛屿纷纷抽调兵力，加强了外围岛屿的防守。根据情报，美军修改了碎发枪作战计划，决定首先越过马绍尔群岛东部诸岛，向群岛纵深的岛屿发起进攻，再扩大到外围诸岛。1944年1月3日，这个修改过的计划得到了旧金山会议的批准。为了执行这个计划，美军组建了由4个航母突击舰队组成的蓝色大舰队，并计划充分利用塔拉瓦岛和马金岛上刚刚扩建完毕的机场、陆基轰炸机，以此作为基地，对马绍尔群岛心脏地带的夸加林岛和罗伊纳摩尔岛进行饱和轰炸。然后海军陆战队将在这2个岛屿上登陆，占领这2个岛屿之后，将立即进攻埃尼维托克岛。计划拟定了之后，美军加紧进行战前准备，大型物资人员调配按计划全部到位。为了防止特鲁克基地日本舰队的增援，美军米切尔海军少将率领第58特遣舰队在马绍尔群岛周围游弋，切断日军各岛屿之间的海上联系。美军决定先攻占防御薄弱的朱罗马岛。
1944年1月30日夜，一支美军海军陆战队的侦察连登上了朱罗马岛，岛上居然没有发现日本人。在当地土著人向导的协助下，美军占领了朱罗马周围的几个小岛，唯一的俘虏是个日本海军准尉。根据口供，日本人已经在不久前全部撤走，于是美军的大批物资和装备纷纷运到这些安静的滩头。2天内就有30艘船卸下了大量的后勤物资，飞机场的扩建也开始了。这标志着马绍尔群岛作战的准备阶段已经顺利的结束。美军以朱罗马岛为跳板，开始对夸加林岛的进攻。马绍尔群岛是世界上最大的环礁岛屿，它由许多珊瑚岛和小鸟岛组成。夸加林岛处于马绍尔群岛中央的环状珊瑚礁，是马绍尔最重要的岛屿之一。1944年1月31日，由斯普鲁恩斯率领的美军第5舰队集结了375艘各种类型的战斗舰只和辅助舰只，700架舰载飞机和475架陆基作战飞机，53000名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士兵向夸加林诸群岛发起了进攻。美军的这次进攻吸取了塔拉瓦岛之战的教训，首先进行了充分的火力准备。停泊在海上的美军战列舰连续3天轰击了夸加林环礁湖两侧的岛屿，从塔拉瓦岛和马金岛起飞的陆基轰炸机轰炸了贾鲁特岛和米利岛上的日军机场，拥有4艘航母的特遣舰队的大口径炮火袭击了沃吉岛和马洛拉普岛，但这些都是牵制性进攻。只有斯普鲁恩斯指挥的第5舰队的主力对夸加林岛的攻击才是目标的所在。登陆开始之前，美军舰载轰炸机和陆基轰炸机摧毁了马绍尔群岛上所有的日军飞机，取得了制空权，然后对地面目标进行了覆盖式轰炸。美军的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则从礁湖内外对夸加林岛实施火力准备，以便摧毁日军设在登陆场地域的火炮、障碍物和防御工事。经过美军海上和空中连续不断的3天打击后，夸加林岛被烟雾所笼罩。美军战地记者形容它像是被提到2万英尺的高空，然后又被扔了下来。在火力准备的同时，美军登陆兵已从坦克登陆舰换乘到履带登陆车和水陆坦克上，并编成4个舰波，等待下达出击命令。登陆攻击开始，由特纳海军少将指挥的第4海军陆战队在距海岸几公里处换上小型登陆艇向岸边冲击。行动中，空军海军与登陆部队之间的协调像钟表的时针分针秒针那样准确，只用了12分钟，美军就登上了夸加林岛。这是美军战地记者在枪林弹雨中实拍的登陆场面。夸加林岛上近8000人的日军守卫部队，经过这次太平洋战争中火力最集中的轰击后，竟然活了下来。但紧接着美军航母发起的进攻，使他们陷入极度的混乱，以至于无法有效的抵抗。美军陆战队的2栖攻击的夸加林岛是马绍尔地区日军防御体系的中枢。在夸加林岛上，日军建有水上飞机基地和舰船停泊场，并筑有良好的防御工事。美军仅遇轻微抵抗便顺利上岛，但上岛后却遇到日军顽强的抵抗，战斗进展不快。夸加林岛呈狭长中湾形状，11000名登岛美军由西向东推进，然后又转向北攻，把日军残兵压到岛的北端实施拒歼。日本守军只有不足200人被俘，其余全部战死。战斗进行了3天3夜，美军一直在夸加林岛附近逗留，随时为登陆部队提供火力支援。美军同时对夸加林周围的几个小岛进行了扫荡。在美国军舰1天的炮击之后，登陆的步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只用了2天多的时间，就占领了在环礁湖对面由狭窄地道连接着的罗伊纳莫尔岛的2个小岛。但这种攻击还不足以迫使疯狂的日军投降。又经过4天激烈的小规模战斗，日本帝国在马绍尔群岛的这个防御中心才最终陨落。燧发枪作战计划的第1阶段以美军的迅速获胜而告终，美军以仅牺牲400人的微小代价，攻克了马绍尔群岛中日军8000人据守的要塞夸加林岛。至此，美军总算是在夸加林珊瑚礁上完全站稳。海军陆战队人员奉命可以回到他们的基地进行休整，由美国陆军第7师奉命接管这片被征服的领土，并长期驻防负责看守。新接防的第7师立即进行了清查工作，搜查了全部岛屿总面积的2/3，用了2天的时间把零星残敌全部肃清。马绍尔群岛的心脏被美军牢牢掌握后，美军把握住了战役的主动权。下一步，他们将以加林为出发阵地，陆续去攻击马绍尔群岛的其他环礁。此时，美军已初步掌握了攻占环礁的战斗经验，
即登陆时的地面作战，要彻底摆脱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套阵地战的方法，绝不能按部就班地稳步推进。岛屿作战必须以快制胜，只要条件允许，就要勇猛向前穿插，遇到孤立顽抗的据点，设法绕过去，留待后续部队解决，以其尽快打乱敌方的防御部署，才有助于迅速取胜。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每攻占一片岛屿，每占领一片环礁，都要付出极大的士兵生命代价，但美国为了最终战胜日本，不惜向这些往日荒无人迹的岛屿和环礁投入一批又一批的重兵，攻占了一个岛屿后，又去攻占另一个岛屿，在浩瀚的太平洋上，把美军的阵地向日本的方向一步一步地推进。这就是这场战争所需要的令人窒息的忍受力。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表现出了出奇的忍受力，以此去争取一场伟大战争的胜利。美军的下一个进攻目标是马绍尔群岛最西端，距夸加林岛360英里的埃尼维托克岛。2月15日，美军运输舰从夸加林岛出发，在攻击前的炮火准备中，进行了为时2天的海军炮击，以及航空母舰上飞机的狂轰滥炸。轰炸不仅限于埃尼维托克岛，而且对于它周围岛屿上一切可以从空中攻击的日本基地，也全部包括在内。这次作战和进攻夸加林岛情况不同的是，登陆的地点选在了一个港湾的咸水湖里，风平浪静，使2栖登陆车较为顺利地开上了地面。当美海军陆战队登陆时，泊于附近洋面的美海军所有舰只纷纷使用各种口径的大小火炮，猛烈地向埃尼维托克岛进行轰击。由于掩护射击的火力非常有效，所有日军对于美军的登陆行动甚至不敢跃出隐蔽部进行火力还击，这使美军登陆部队大踏步地向岛屿纵深挺进。2月17日下午2点左右，美军登陆部队在埃尼维托克岛已完全占领。下午4点左右，地面炮兵已全部登陆并完成了射击准备。紧接着，美军开始肃清登陆点以北的全部地区。于是最后一场激烈的战斗就此展开。日军利用残存的防御工事拼命阻击，但由于登岛的美军兵力过于强大，所以自始至终整个战斗都形成一边倒的态势。埃尼维托克岛环礁由40余个大小礁岛组成，日军只在其中的恩基比、塔里和埃尼维托克3个较大的礁岛上配置了守备部队。1942年11月开始在恩基比岛修建机场，1943年初投入使用。日军没有在这里部署常驻的航空部队，只是将该地用作来往于马里亚纳、贾罗里和马绍尔诸岛之间的中继基地。驻守该地的地面部队主要是从中国东北刚调防不久的海上机动第1旅团，共计3560人。在这个正在激战的埃尼维托克岛上有808人。为了消灭这808人，美军投入埃尼维托克岛的兵力是2个加强团，并附属2个侦察连，配置了中型坦克及大量火炮。战斗从17日一直打到22日，在5天的战斗中，日军垂死抵抗。其中有一次，一部分日军戴着防毒面具向美军发动进攻，以此来恐吓美军。美军在埃尼维托克岛逐尺逐马的扫荡，把一切都炸成废墟。平均进展速度慢到每小时大约推进250码。到22日下午6点，美军距离该岛南端还有500码时，日军的抵抗终于停止了。参加战斗的美军第22团从美国本土调到太平洋战区后，作为战略预备队，还没有参加过任何实战。这一回总算经历了战斗的洗礼。25日上午10点45分，美国国旗在埃尼维托克岛上升起，美步兵第10防御营正式接管该岛防务。驻守该岛的808名日军所剩无几，几乎全部战死。美军占领马绍尔群岛的新藏齐加林岛和日军重点防御的埃尼维托克岛后，在这片马绍尔群岛的环礁上开始了大规模的扫荡作战。要占领的小岛有97座，于是美海军太平洋舰队的战斗舰只和海军陆战队及配属的步兵按区域划分，各自开始了登陆作战。马绍尔群岛淹没在一片弹雨和火海之中，美军的攻势凌厉。相继占领的重要岛屿是恩吉比岛、哈里岛、加布坦岛、恩尼拉贝根岛、艾诺布吉岛、埃北耶岛，并进逼马绍尔群岛最南端的沃马杰岛、埃拉夫岛、米里岛和加布伊特岛。美军占领马绍尔群岛，其重要意义在于日军环绕太平洋的外围防线被撕开了一个巨大的裂口子，为美军向1000英里外的马里亚纳群岛开辟了一条进攻通道。马绍尔群岛之战敲碎了日本太平洋环岛外围防线貌似坚硬的外壳，证明美军大规模岛屿登陆作战的战术已日趋完善。
从而在美日诸岛的争夺战中，美军开始把握了战场的主动权。美军收复马绍尔群岛后，立即在恩济比岛日军修建的机场上进行翻建。按太平洋舰队下一步的作战计划，马绍尔群岛将作为进攻马里亚纳群岛的美军出发阵地。为此，美军开始在马绍尔群岛进行战役集结。此时，美国太平洋舰队在编的4个师的海军陆战队已全部参加过实战，支援他们的空军共有3个大队，配备有当时最先进的 P-38战机。在美军进行紧张的战役准备的同时，欧洲战场的苏德战线上，斯大林格勒战役已进入尾声，德国南方集团军群的主力部队受到重创，苏联红军已进入反攻阶段，这对太平洋战场无疑产生巨大影响。美国太平洋舰队已将进攻矛锋指向下一个战役目标马里亚纳群岛。1944年2月，随着马绍尔群岛被美军攻克，日本在太平洋的外围防御圈被撕开一条口子，凸显出进攻东京的2条路线，一条是进攻中太平洋地区的特鲁克群岛，切断日军通往罗加林群岛的补给线，继而直接进攻东京；另一条是直接进攻太平洋西南的马里亚纳群岛，占领了马里亚纳群岛，则可以以此占领关岛、塞班岛、迪尼安岛，在岛上建立陆基战略轰炸机部队，直接轰炸日本本土，改变太平洋战争的战略态势。美军决定立即进攻马里亚纳群岛。尼米兹为马里亚纳群岛作战取名为奇袭行动，这是迄今为止太平洋战争中最大的攻势。美军共投入了535艘各类舰只和127500多名战斗人员。与太平洋战争的前几次夺岛战役有所不同，此次他们所要面对的不是环礁岛，而是悬崖峭壁和数不清的山洞。塞班岛、提尼安岛和关岛是马里亚纳群岛的3个主要岛屿。美国海军陆战队第4师由特纳少将和史密斯少将率领，乘船北上，组成北路进攻部队，负责夺取塞班岛，然后再夺取提尼安岛和关岛。载运这支进攻部队的是美海军第1和第4特混大队，他们包括大黄蜂号、约克城号等7艘航空母舰和8艘巡洋舰及28艘驱逐舰，另外第3特混大队的4艘航空母舰、5艘巡洋舰、13艘驱逐舰进至马里亚纳以西海域，准备随时截击可能出现的敌方舰队。塞班岛位于太平洋的几何中心，全长约14英里，是日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所在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岛上多山，加之日军长期经营，工事修筑坚固，易守难攻。美军决定避其主要的防御地段，从防御薄弱的西北海岸线发动进攻。6月15日凌晨，攻占塞班岛的战役开始发起。战幕首先自空中拉开，美军航空母舰出动了200余架飞机，对塞班岛上的日军目标进行大规模的轰炸。日军在这一战区能够升空的战机仅有480架。当时许多日军飞行员正流行一种叫做登革热的地方病，所以从一开始的空中较量中，美军就占了上风。美军共击毁日机80架，己方仅损坏4架。当美军飞机向塞班岛狂轰滥炸时，美军的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输送舰及扫雷猎潜艇等240艘舰船的火炮也全部向塞班岛开火。在猛烈的炮火准备中，美海军陆战队员开始进入换乘准备。首先登陆的2个团从运输舰换到登陆舰中，而后开始编队，准备发起向滩头的冲击。美军的2个陆战师各以2个团的兵力平行推进，实施强行登陆。8000人分别乘坐700多辆2栖输送车，向一片叫做查兰卡诺的海滩冲去，构成了4英里长的攻击线。像这样复杂的登陆程序，即使敌人完全没有抵抗，也很难保证不发生各种不同的混乱。何况这时敌人的各种火炮像雨点一样的飞来，使美军在这次登陆中伤亡惨重，有300多人战死，2000多人负伤。在这一天天黑之前，美军已将2万多名海军陆战队员送上了岸滩，但上岸后的部队几乎无法向前推进，2万多人拥挤在一条狭长的登陆地段。4日及16日凌晨，泊于登陆海域的美军舰船再次进行炮火急袭，同时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轰炸机进行了狂轰滥炸，压制日军的炮火。美军步兵第27师送上海岸，以坦克和炮火开路，开始扩大登陆场。就在这一天的早晨，500高地曾发生1000多名日军士兵在挥舞着战刀的军官带领下，尾随36辆轻型坦克向美军登陆点发起疯狂的反冲锋，叫着要把美国大兵赶下海，但被美军猛烈的炮火压制，
伤亡惨重，败退回塞班岛的主峰塔博乔山。经过16、17、18日3天的激战，美军登陆部队一部终于占领了岛上主要的航空基地阿斯里托机场。在塞班岛登陆作战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美军第5舰队在太平洋西南海面上摆开了35英里长的阵势，搜寻日本海军第1机动舰队。日军的航空母舰和舰载机都远远少于美军。此刻，日本海军中将栗田率领3艘轻型航空母舰为先头部队，小泽中将率领其余6艘航空母舰的主力舰跟随其后，也在搜索着美军。6月19日清晨7点25分，美军的飞机在北纬13度40分、东经137度40分、6000米高度的位置上，与日军64架战机不期而遇。美军的 F-6F 战机居高临下，对日机进行俯冲攻击，一举击落日本战机25架。当美机向日军航母编队展开攻击时，遭到日军航母编队猛烈的炮火拦击，马里亚纳洋面上的海战就此展开。与此同时，日军司令官小泽命令各航空队的全部128架战机升空，前往轰炸美军舰队，中途遭到美军 F-6F 战机的拦截，损失近半。突防成功的其余日军飞机终于飞临美航母编队上空，在实施攻击时，又有相当部分被美舰队的防空火力击落。美军把这场截击日本飞机的战斗比作猎取火鸡，从此这场海上空战被称为猎取马里亚纳火鸡之战。但是美军深深感为遗憾的是，在这场战斗中未能打掉对方的航空母舰，而自己的航母邦克山号却被日军的2颗航空炸弹击中，引起大火，死亡3人，受伤73人。另有一架坠落的日机直接撞到了美军旗舰印第安纳号的船舷上。当美日的飞机在进行激烈的海空大战时，美国的几艘潜艇正在日本机动舰队的附近活动。美潜艇大青鱼号突然发现空中出现了日本飞机，舰长马上意识到日本航空母舰就在附近，随即拉响了战斗警报。1小时后，通过潜望镜终于看到了日本航空母舰大凤号及其警戒舰只。大青鱼号潜艇迅速向目标逼近，接近到4800米距离时，齐射6颗鱼雷，大凤号中弹引起爆炸。下午6点28分，大凤号终于沉没在北纬12度05分、东经138度12分海域。马里亚纳海战第2天的下午5点40分，美军舰队发现了西北方向250英里处的日本舰队，美舰决定冒着夜间降落和油料耗尽的风险，追击日本舰队。216架飞机迎着夕阳飞去。美机飞进日本舰队上空的时候，飞行员们没有时间协调进攻队形，立即朝着暮色苍茫的海面上挽艇而行的日本舰只俯冲下去，投掷鱼雷和炸弹。日本轻型航空母舰飞鹰号和另外3艘油轮被击沉，瑞鹤号、隼鹰号航空母舰和另外2艘巡洋舰遭到重创。这时，美军的许多飞机油料耗尽，坠落在海面上。这次战斗中，担任空中掩护的日机与舰上的高射炮火相互配合，共击落美机20架。完成攻击任务的美机开始在越来越暗的暮色中返航。伤损比较严重的飞机由于燃油不足，在返航途中坠入大海。未受损伤的轰炸机和鱼雷机也因燃料耗尽而被迫降于海面上。回收的飞机也有些在航母上爆炸起火。马里亚纳海战对美军在塞班岛的登陆作战起了重要的战略辅助作用。日军联合舰队的失败，使塞班岛上的日本陆军失去增援的可能。塞班岛的陷落只是个时间问题了。日军驻岛司令命令岛上日军死守，要发扬大日本皇军武士道精神，战斗到最后一人一弹。美军则由南向北稳步推进，到7月初，逐渐将日军压缩到塞班岛北部不足1/3的区域。随着美军的进攻，日军人数上处于1比4的劣势，但日军凭借塔破桥山的有利地形，也给美军造成了很大的杀伤。7月6日上午10时，日军驻岛职务最高的2员主将南云和斋藤，在塞班岛北部日军据守的一个山洞里，向天皇发了一封谢罪电报之后切腹自杀。日军本部这时也清楚，塞班岛已无坚守下去的可能。7月7日拂晓，岛上残存的日军从隐蔽的工事中冲出来，进行最后的决死冲锋。他们顶着美军机关枪的弹雨，漫山遍野地涌向美军第27步兵师设在塔纳帕克港的防线。他们的弹药用完了，就用匕首和木棍扑向美军。日军的人流狂叫着，踏着堆积如山的尸体，被美军的炮火和机关枪成片的扫射倒地。残存的日本人开始了惨绝人寰的自杀行动。
甚至有日军伤兵集体拉响手榴弹自杀。这一情景让美国士兵目瞪口呆。这时，塞班岛之战死亡人数已达53000人，其中3400人是美军。这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代价最高的一次战役。更让美国人不能理解也不能相信的是，在塞班岛即将陷落的前夕，大量的日本平民也纷纷自杀。美军最后夺取塞班岛的战斗开始了。在这次战斗中，岛上残存的日军3000余人曾向美军发动一次反冲击，他们竟然冲入美军阵地，击毙美军士兵约400人。但由于美军组织了更大的力量进行反扑，终于把这次也是最后一次有组织的抵抗击退了。在塞班岛上有效的抵抗至此结束。塞班岛的失守使日本大为恐慌，导致11天后，也就是7月18日，东条英机内阁下台，美军打扫战场。最后统计的数字是，日本陆军26000人丧生，日本海军15000人毙命，美军负伤13000人，阵亡3400人。美军在夺取塞班岛后，下一个目标即指向塞班岛西南约5公里的提尼安岛。美军占领塞班岛后，就在西南岸架设了200门大口径火炮。7月9日开始轰击提尼安岛，同时美军战列舰也加入到炮击的行列。从7月9日至23日，美军连续炮击15天，总计共发射炮弹24536发，平均每分钟发射1发。7月24日，经过2个星期的休整后，美海军陆战队第4师和第2师的2个团兵分两路，分别从南端和北端登上提尼安岛。抢滩登陆时，日军未做有效抵抗。至这一天的黄昏，美军已有15000名士兵登上了提尼安岛。这次登陆被誉为太平洋战争中最成功的2期作战行动。从第2天开始，美军登陆部队每天昼间进攻，入夜转为防御，迅速向南推进。在9天的战斗中，日军阵亡5000余人，252人被俘，其余残余部队后退到岛屿中部的密林之中。至8月1日晚，美军已控制了整个提尼安岛。自8月1日后，美军开始在全岛进行扫荡作战。此时，日军的通讯系统已全部被破坏，日军相互之间没有联系，各战斗单位都是在进行毫无目的的自动撤退和自动固守。此时的日军已没有一个排以上的完整建制，散兵游勇，各自为战。8月18日，美国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清剿作战，2个海军陆战师南北对进，最后攻占了日军固守的2个机场、12个据点和提尼安镇。美军在提尼安战斗中负伤的一共有1816人，阵亡389人，日军阵亡6050人，其中由日军自己掩埋的尸体未计算在内，投降仅61人。日军守卫提尼安的最高指挥官处方大佐的尸体在美军清扫战场时被指认了出来，他挂在一段铁丝网的上面。夺取提尼安岛后，美军立即扩修日军在岛上的机场，正是这个提尼安机场此后成为美国 B-29 轰炸机轰炸日本本土的战略基地，最后往广岛扔原子弹的飞机也是从这里起飞的。站稳提尼安后，美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收复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本土关岛。关岛是马里亚纳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岛屿，也是最南面的一个，有几个世纪的时间都在西班牙人的统治之下。自1898年美国和西班牙战争之后，就归属美国管辖。战前美国对关岛始终就不曾设防，只有少数几个陆战队人员担负着保护小型海军基地和总统府的任务。1941年12月9日，日军在关岛登陆时，美军总人数不过150人左右。从此关岛落入日军之手。攻占提尼安后，美军乘胜出击，锋芒直指关岛。美军集中了75艘登陆舰、21艘输送舰、6艘战列舰、10艘巡洋舰、55艘驱逐舰、5艘航空母舰以及扫雷补给舰船，共265艘。同时集中了美海军陆战队第3师和暂编第1旅，以及从瓦胡岛紧急调运的陆军第77师，共55000人。如此大规模的军事集结，使仅有2万余人、20余门火炮、40辆坦克的日军守备部队面临灭顶之灾。从7月8日开始，美军所有舰船向关岛守军的防御阵地连续进行了14天的饱和轰击，这也是太平洋战争期间最长的一次炮击。美军登陆后，经过5天战斗，即结束了日军有组织的抵抗。进攻马里亚纳群岛的整个战役历时2个月，美军战死5000多人，但赢得了占领马里亚纳群岛的胜利。美军将以此为基地，形成对日本列岛的直接威胁。日本军国主义精心策划的拱卫日本的内环防线已被突破。
在马里亚纳战役进行时，英美盟军在欧洲的法国海岸诺曼底成功登陆，开辟了第二次大战的第二战场。德国和日本轴心国地位已岌岌可危。在太平洋上，美军由于占领了马里亚纳，既已完全掌握了战局的主动权，往南可以进攻台湾、新加坡和菲律宾，往北则可以直接进逼日本本土。